很怕你们文艺青年。你们泡妞的时候说都是月亮惹的祸，姑娘今晚的月光真美，就是不把这个字说出来。现在呢，你们甩我们的时候也不把丧这个字说出来，你们说我们要切断信号。合着你甩了我，你还掉进无边的深渊了？老子害了你是吧？你对我连个面都不见一面，现在你说你独担落寞了是吧？我们这想的挺美呀，渣子被你一写变狂草了。书法艺术家呀，忽悠人忽悠的这么深情款款，让我觉得没被你甩一次是我人生大不幸呢。怎么回事？王老师，这是他一贯的风格吗？我以前看不是这样啊。他自从拜了赵本山之后就一直这样。卖拐把他忽悠瘸了，卖车把他忽悠黏了，在10分钟之内不把他摆平，我就没法给您俩当教师爷了。这个我们从这个很丧的气氛中回复一下啊。其实我没有想说他们是渣男，也没有想像我们这边说分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我们要尽可能使它完美起来。别闹了，你爱情都不可能完美，分手你完美。人生做任何一个成熟而全面的决定，都要2票制，1票是理性票，1票是感性票。好，理性票什么时候做？一个人最冷静、私下独处的时候做。想想我跟他合适吗？我们这么争吵还值得吗？我还那么爱他吗？他还那么爱我吗？把这一切都在最平静、最冷静、最不受干扰的时候想清楚。这一票理性票，还有1票叫感性票。我要见到你，我要闻闻你身上的味道，我要看着你的眼睛，我想再跟你有最后一次拥抱。那个时候，你所有的优点、缺点，你家有钱没钱，我们俩吵不吵架，我全部都忘记。我只能听到我心的声音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再确认一次，要不要跟你分手。今天对方一直很怕我们骂他渣男，我真的没有骂任何人渣男的习惯。我想说的是，你们幼稚。就是还是骂渣男。 4个巨婴，包着尿布，不肯上人生的一堂必修课。这堂课叫做当面分手。这堂课教会我们什么？教会我们面对，坦然面对，面对我们人生的失败，面对我们人生的不堪，面对我们人生说过谎。那天我说过我爱你，可是你知道吗？恋人的蜜语风吹过，上帝会假装听不见。所以有一天我不爱你了，我这是说谎，我要面对我说过谎这件事情。如果我被甩，我要面对我的狼狈；如果我甩人，我要面对我的残忍；如果我被捅了一刀，我要捂上伤口离开。这是成年人的决定，我所有的选择我都去负担，我都去面对。你们刚才说很多，说不想上学啊，我不要从学校毕业啊。是啊，秋晨，我们不想上学，不想上课的时候，我们小时候会怎么干？我们会逃学，对不对？小时候跟父母处不来，我们会怎么干？离家出走，对不对？工作了，第一份工作不喜欢干，怎么办啦？不辞而别。你知道你每一次逃走留下的烂摊子，最后都会成为你人生中无法收拾的烂尾楼吗？不要逃，你逃不过的。有一些人说，我就是不要面对这一切，我宁可他给我留白，我就想象他是特工，他是女超人。你知道吗？有人在逃避中不仅成了孩子，还成了疯子。宁可像孩子玩闹一样去解决这件事，自以为很轻松。可是人生总有逃不过的时候，人生总有逃不过的时候。我有一个朋友给我讲过他的一次分手。他说啊，他跟他女朋友最后一次见面，他去他女朋友家收拾东西。最后啊，他女朋友坐在那儿，让他把自己的头靠在女朋友的膝盖上，拍着他的头说：“以后没有我，你可怎么办呢？”他们都哭了，他们礼礼貌貌的告别，体体面面的分手，从此再没有相见。这是成年人的分手。面对自己，面对对方，
面对这次离别，因为你逃得过生离，我想问一个问题：你们逃得过死别吗？今天你不想跟一个人分手，你明天不想一个人死去，那个时候没有完美结局，可是我们的勇气是什么？面对不完美的结局，并体面地收拾自己的烂摊子。所以人生必须处处追心，方得真心。谢谢。哦，我在想什么分手有可能是完美分手，我没有想到过。我刚刚正好一不小心看到志玲，我们两个同时就是，哇，眼眶一湿。那个还算是我听过的完美分手。是，绝对是，我觉得是非常感人的，因为其实你会希望对方也好好的走下去。我也曾经像甜甜一样，在男生没有说清楚的情况下，我被告知分手，你会长期处在一个非常莫名的恐惧、伤害，好像每一件事、每一句话、每一首歌都会让你掉进一种苦海和眼泪当中。所以那时候我也会自己想说，我宁愿你不要这样折磨我，我有勇气去面对你。我们断舍离这些事情，我们才可以前进，才可以放过自己，然后继续走下去。谁都没有告诉他，就把他给分手了。哎，我们走。谁呀？好，自由辩论，自由辩论，自由辩论。那个后面那只狼想说话。啊，来，你这边也有成年人啊，说的年轻，你这边也有你岁数大。你戴着这个鬼帽子，你说你是成年人？我也可以用40岁的多岁的年龄跟你说，你们可能也不是那么成熟。一份爱走到尽头了，可能就是我们两个人没有维系好这份爱，我们都是失败者，没有一个人是胜利者，并不是说你把我甩了你就胜利，或者我把你甩了我就胜利了，我不同意这个观点。第一个，我没有这个观点。你刚才说你给我一刀什么的，就是我那是一个界域啊，对，我说我觉得不应该这么介于。甜甜在说那个爱不公平的时候，那个 K 吧老师弹了一首离歌，离歌里面就有2句词叫爱没有公平，不公平，只有愿不愿意。你知道吗，甜甜？爱永远没有公平，而且总有一个人是卑微的，而且在爱里，你越执着，你就越卑微。所以他卑微的要一次见面呢，怎么不能给呢？我后面就说了，您呢？就是电视里老有一个镜头，就是他说啊，两个人特别和平，就是说啊，那我觉得不合适，我们分手吧。然后镜头就45度摇向蓝天就完了，完不了啊。然后这时候一般女的就会说，你想好就好，你想分就分，长达2个小时。有些人他就是性格懦弱，再碰上类似于甜甜这种比较强悍的，我们就没有办法啊，就没准一会儿还要挨打，真的。以前有2个人相爱，后来有一天我骂了你一句之后，我们就再也没法回到我们谁也没骂过谁的时候了。在我们最后我想跟你说分手，你说你凭什么你想分就分的时候，咱们只能再升级。所以有的时候，这是一个没有办法的选择，尤其是如果我们男的面对马薇或者范甜甜，我们就是没辙，怎么办？那当时好的时候你怎么没说啊？对呀，你看他又回到这个问题了吗？又有2个小时，真的，就是死循环，一会儿天就亮了。有的时候成年人慢慢淡了，我们慢慢退远一步，是真正的体面，明白吗？行了，你毛飘的到处都是。我这么伤感，好不容易营造出来了，你这不……欧阳超，来。你之所以要当面分，就是为了给对方一个机会。一巴掌扇醒你这个白痴，分个屁呀！你忘了单身狗的生活多苦吗？一个人回到家看个5分钟的视频，前面的广告有180秒，拉泡屎回来还有20秒。
而且广告都是卿卿我我偶像剧的镜头。这就是单身狗，直男脱单，难于脱贫啊！现在终于狂看把妹达人吟诗作赋，约出一个人了。看今晚的月亮好圆啊，一副卯足了劲装的熊样。现在要分了，你居然连个面都不见，缩进自己的。你恶不恶心啊？马老师，你是在哪一句流泪的？哪一句流泪的？好，来，潇潇。说实话，其实我刚才有点不太同意马薇薇形容的那种分手，因为我觉得听上去比我初恋都美。真的存在就是黄志忠。马薇提到你谈恋爱分手，你有2张票，一张感性票，一张理性票，你都以为是辩手在谈恋爱吗？正常人谈恋爱就一张票，感性票看脸。我发现很奇怪，对面3位女生啊，她们其实好像一直在控诉，说是男生没有给她们一个当面的分手。甜甜要的是体面的分手，大秦要的是热烈又浪漫的分手，马薇薇要的是一个成熟的分手。哇，你们身边有这样的直男吗？你们只能得到一个欧阳超式的分手。我不知道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啊？你跟人非常激烈的争吵，完事了之后，你回到家，但刚才没有发挥好。那时候不是，我有这种情况，我每次都起码说出这个。他骂我的时候，我怎么就蒙住了呢？我当时应该回嘴呀！你们看，不当面分手，我们用短信、微信就可以非常想很久，还可以丰富自己的措辞和逻辑。别的朋友，哎，你看，当你不当面分手的时候，你就敢跟辩手谈恋爱了吧？谢谢大家。好，我们来听听看我们夏凡导师的想法。刚刚全林老师好像很有感觉啊。其实关于分手这件事情啊，我一直在回忆我自己。我为什么一开始说我没有一定的观点要当面分还是不是当面分？因为我自己经历过当面分的，也经历过没有当面分的。这个题的重点在当面还是不当面，我们漏掉了一个关键词，叫做该不该。应该是什么意思呢？应该表达的是一个态度，它不是必须。如果我们大多数人的恋爱是当面谈的，那我总应该给对方一个当面分手的机会。这就是我对应该的定义。刚才马薇薇站起来说受不了你们这帮文艺青年，但是你发现今天这个话题大家全都是文艺青年。我们会发现今天我们讨论好多问题，我们谈的是一个人要见面，
一个人不要见面，才有今天这道题目。我们所表达的唯一一个观点就是，如果在一个想见面，一个不想见面的时候，如果你是那个想见面的，我们告诉你，没必要。所有的理由我们都说完了。所以如果我们谈的是真分手，如果我们谈到了分手要不要见面的话题的时候，其实只可能有一种答案，就是不如不见。到下凡导师结辩的时候，根据先说后结的原则，所以我们先结的是正方康永哥，请开始。坐在我对面的这个队伍聊了这么多，他们聊的并不是分手该不该见面，而是分手该见面，可是我觉得很麻烦。他们从头到尾都在讲的是，我知道该见面，可是我很懦弱；我知道该见面，可是在2小时天就要亮了，我很累。那所有的这些都是理由跟借口，可是不是该不该。他们心里面摆明了知道该，然后觉得做不到。参加每一期的奇葩说的这在场的100个人，都是跟我们一起承担我们所传递出去的那个结论的。你们现在按蓝色键的人做的是什么选择？就是我们奇葩说这一期传递出去一个结论：要分手的时候不该见面分。我想看到的这个结论的人都会十分的诧异，就是你们在说什么？谈恋爱的时候在一起，分手的时候不该见面分？你不觉得荒谬吗？你可以说我做不到见面分，或者会分得很狼狈，可是我们怎么可能去跟所有全天下的人宣布说，本期奇葩说的结论是我们恋爱的时候应该在一起，可是分手的时候不应该见面分？我没有资格说电视节目是在跟观众谈恋爱，可是《康熙来了》陪了观众12年的时候，我有没有选择不见面说分手？我是很痛苦的告诉我的观众说结束了。我当时知不知道我在最后一集的时候会哭得很丑，我都不知道。我还要冒这个险在电视上面控制不住情绪，为什么？12年的情谊，你不该给人家一个交代吗？《甄嬛传》，我们姑且说它76集，你陪了这个女的成长76个小时，然后他说第76个小时的时候，我们会告诉你甄嬛真正的命运是什么。你摩拳擦掌，你充满期待。我的妈呀，我陪着你75个小时了，第76个小时，我总要知道你的人生迈向何处吧。第76个小时，噔，你收到一通简讯，甄嬛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不播，说什么意思啊？哇，太高了！你要用简讯跟我分手，你好歹前面75个小时你都用简讯来传剧情就好了。你让我看了你75个小时的剧，看了你如何的成长，经过惊涛骇浪，然后第76个小时你来通简讯说我们就这样吧，这太欺负人了。我是用电视节目跟你们认识的，我是用电视节目陪伴你了12年，我用电视节目跟你们说再见。如果电视节目与观众尚且如此，2个朝夕相处、成婚相恋的人，到了分手说何必见面呢？你们怎么有脸说得出这种话来？所以我们可以接受你们说该见面分手，可是我们做不到。可是我们难以接受你们说我们不该见面分手。对。恋爱是珍贵的回忆，不管是你看他还是他看你，喜怒哀乐都要在里面。什么时候我们谈恋爱会在乎只留下美好画面，然后不想看到对方哭，跟不想自己在对方面前哭的？你跟人家分手没有好事情，见面很苦，充满伤心，可能吵架，那是你的代价。一个好的爱情，它要有一个深刻的结尾。一个好的人生要有一个像样的结束，葬礼我们都能够安然接受了，分手算个什么？所以，
珍惜一个痛苦的分手，把它纳入一个深刻的回忆中。然后，如果是该而做不到，就光明正大的说该，可是我做不到，不要骗我们说不应该。谢谢。只剩下这一点票了。啊，太佩服康永哥了。我觉得他说的非常之有力，但是可惜打偏了。在这个场上有2个维度的辩论可能，第一种维度你是渣男，第2个维度你幼稚。我是这个节目的粉丝，我觉得这个节目最吸引我的地方是，有2个底线在现场从来没有被破过。第一个底线叫我们在一起，我们绝不互相绑架，一定要尊重对方的意志。第2个底线叫我们不在一起，我们绝不要互相伤害，我们要尊重文明。从渣男不渣男这个角度讨论，我觉得放在奇葩说的现场，这本身就不体面。好，那剩下第2个维度，是不是幼稚？这个就变得非常有意思了。幼稚是什么？是指你在目标既定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是错的。对，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在谈该不该。刚才非常感谢马薇薇提出了一个词儿，叫巨婴。那它最重要的心理特征是什么？就是我心念一动，这个世界就应该按照我的意愿来活动，这就是巨婴。因为婴儿就是这样，我想吃奶了，你看奶就来了，然后我就可以奶后吐真言了，对吧？天爷啊，分手有那么容易吗？你想分就分了，这是典型的巨婴想法，见个面然后就了断。下2个字的判词：幼稚。好，不幼稚的方法是怎么样？好，我们假设站在这个想分的人的角度，我的目标是什么？请注意，成人的世界里没有态度上的该不该，是我的价值观已经很稳定的情况下，我设立的那个目标怎样拆解为方法和行动。好，现在我的目标是非常清楚的，分手，且对双方的伤害降到最低。那么方法应该是什么？我们先看它的反面，撩妹的方法应该是什么？陈明老师要撩妹会非常痛苦，因为你善于讲大词儿。但是正确的撩妹方法是什么？是具体，不是抽象。所以在撩妹学上有2个关键词，一个叫上推，一个叫下切。下切就是回到具体的语境，对吧？比如女孩子要撩汉子，最重要的一招就是，比如说拿出抹手油，哎呀，挤多了啊，把手拿过来抹，抹完了就撩完了。用具体的感觉，不用讲道理，知道了怎么撩，我们再看怎么分。就不能具体，要上推。这叫什么？这叫撤火啊！我们的目标是什么？分手并不伤害啊。同样一件事情，用具体的方式表达和用抽象的方式表达，给对方的伤害值是不一样的。所有的女孩子们，你想一想，我假设你的男朋友劈腿了，你以以下几种方式得知这个信息。第一种方式是有朋友告诉你，你男朋友劈腿了；第2种方式，你看到了他跟别的女孩子卿卿我我的微信；第3种方式是你看到了他们俩在一起的照片。请问哪个伤害大？具体的方式伤害更大，越抽象，越尊重，越不伤害。这是方法。好，第3，行动。各位，你们手里有一个投票器，你们投票器最终产生的结果是什么？看这一期节目的用户能不能教给他一个方法。我可以用微信，用各种方法跟你说，然后你要不要见面再谈呢？对
方为什么一直在一个逻辑死结里面？是因为他们想逃避啊，说了仪式给你了 ，OK 了断，我要走了，再不见面了，这负责吗？啊！我不当面说，是让伤害值降到最低。如果你想见面，我给你这个选择，这难道不是一个更好的方法吗？好帅！感情该不该，那真的是小孩子说的话。今天的最后，我们一定要向我们这期节目的所有的观众传达一个信息：看《奇葩说》的人正在长大。好帅！我在想，如果我们桌上也有红色按钮和蓝色按钮的话，至少我跟志玲应该是，哎呀，先按这边。哎呀，哎呀，哎呀。好，观众们还有一次表达意愿的机会，各位到底该还是不该？您觉得该，冷静思考，按红色键；如果你觉得不该，冷静思考，按蓝色键了。给我，请选择。3、2、1，好。那么在揭晓最后的结果之前，虽然刚才我们已经摇摆了很多次，我还是想问一下志玲，你现在的想法到底是该还是不该当面说分手？其实我还蛮喜欢刚刚罗老师说让我有选择权，要不要见面这件事情。那刚刚大家也一直提到，我觉得爱情毕竟是一个最难的课题。很多人说可不可以控制分手的那个状况？你控制不了，因为我们选择心动，我们就会有心痛。我们选择付出了，我们就会有对爱情有很高的期待值，你同时也会有很高的失望值，所以这个是我们最没有办法控制的事情。所以当然在爱情这个没有对或错的基础上，我只是觉得像我刚刚一开始讲的，我觉得为什么要面对面？因为你有勇气开始这段感情，你为什么没有勇气结束？这是对你和我的尊重，和对我们曾经付出的时间的尊重。如果刚刚讲的说看奇葩说的每位奇葩朋友们正在长大，我只会觉得因为没有对和错，所以就算见面或不见面，都不要说出什么伤害到对方，让你永远会后悔一辈子的话，因为你伤害了他，就是伤害自己。你永远想我一辈子不要放过他，你真的就是不放过自己。所以断舍离，前进。马东，你觉得你刚才跟志玲一起走下来的时候，有任何不舒服的感觉吗？我有点压抑。你都不管林志玲舒不舒服，你问马东舒服干什么？志玲不管跟什么样的人合影，对方比她矮一些的话，她就会用非常礼貌的8字拍之法，对不对？蹲低。所以她为了跟我拍照，都是劈着叉拍。你是说，志玲跟比她矮的男生在一起就会劈腿？志玲，你心目当中可以接受的跟伴侣之间的身高差极限？极限？对。你多高？我吗？我官方说法172。啊，那就172好了。可能不要差起来。康永哥，你作为你不要叫我名字，你们是什么节目，把让林志玲弄来聊些什么东西？我想问你的就是，你对志玲的了解，她内心是不是已经对我们这个节目充满了一种鄙夷？志玲，这在你忍受范围之内吗？还在？大概到什么题目就？大概聊到什么时候我们就该走了？应该当我无颜面对的时候。OK， 马上就到了。可是今天我当你的保镖喽。对。我们不接受问答题，只接受是非题。所以等一下呢，他们问出一些粗鲁的问题的时候，你们就冲着我来啊。一共5题啊，其中有3题我都跟节目组说那个臭不要脸。何老师啊，把自己推这么干净，有点臭不要脸。所以我绝对不问林志玲。康永哥，请问林志玲真的有跟言承旭在一起吗？
哎呀，这题就是我跟节目组说臭不要脸的那3题之一。哎，我刚没有听到题目的后半段是什么。言承旭有求婚吗？我觉得走了比较容易。亲爱的，是，所以目前总有一个官方的回答方法吧3个字，还没有。好。如果他求婚的话，你会答应吗？没想过。如果马东向你求婚，你会答应吗？绝不会。所以志玲，你跟言承旭有多亲密啊？跟你讲不接受问答。志玲，你不用回答，我问的是康永哥。康永哥，你回答完了，我就问你，你怎么知道？我倒是蛮想知道的。好，我替你们问一题哈。志玲，其实如果真的很关心你的感情生活的话，我们其实是不是暂时可以不要再提到这位先生的名字了？是。就是对于林志玲目前的感情生活而言，我们暂时可以不提言承旭3个字了。那提谁呢？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议题好了。OK， 我本来真的还有一题，是什么题目啊？你还好奇？我也想知道。这样好了，我小声的跟康永哥说，然后康永哥来判断一下这题要不要聊。好，这蛮好，就是何老师问，但是康永哥要当着大家把答案说出来，让我们猜一猜问题是。OK。你问了什么？你说了不说问题的，康永哥你可以回答。哎，据我所知是没有。OK， 好，来，太棒了。你们去东七门的公众号下面猜一猜，猜中有奖。好，一来就搞事情。我们有一个跟我们一起搞事情的伙伴，掏出来搞事情的小米黑科技手机冠名播出，谢谢。奶后土真言的纯真酸牛奶联合赞助播出，谢谢。来，请看小片儿。我是佩佩，我遇上了这段感情中最纠结的时刻，我要分手。可是到了这个时候，我又不知道该不该当面说，我决定还是不当面说，这样比较干脆。喂，我们分手吧。亲爱的，别闹脾气了，过2天就回来陪你，么么哒。要不还是发微信咒骂他的话文思泉涌，喷薄而出，在手机上写了满满3页的话，想要用小米长截屏功能截图发给他。不回信，点，这样肯定不行，还是当面说出口，感觉比较郑重。分手干架，该爆的粗口也一口气爆完，爽快而直接。分手吧。我就知道你变心了。当面分手就怕撕的尴尬，就算我错了，我们还是分手吧。不要啊！不要离开我呀！哎呀，闹这么难看，该怎么收场呢？我是佩佩，我很纠结，所以分手到底要不要当面说？3个渣男分手都不想当面说，还能干什么？我不会表述出我们是渣男，我还要说出对面是作女。哎，这个好啊，大胸作女。大胸作女。我可不这也能卖出去的咸鱼 APP， 以及玩的不够大，别喝美年达的美年达果味汽水的大力支持。分手该不该当面说？今天要下凡的2位导师分别是罗老师，还有康永老师。好了，那么2位首先亮出你们的直方，用小米黑科技手机。罗老师说不该当面说，不该当面说。康永哥说该当面说。好的，我先问一问。另外2位不下凡的导师也亮出自己的观点。我随便呢。你随便啊？我比他还随便。好，我们来问一下女神好了，你觉得2个人分手的时候该不该当面说？应该当面说。为什么？我觉得爱情有时候会无疾而终，可是你毕竟希望它有始有终，画上一个句号，你才能够前进。只有当面画才是句号吗？
我觉得你当面的时候，你会更确定这件事情，就会变成你更可以沉淀，然后放下。好，我们来请现场的观众在辩论开始之前表达你们此刻的想法。如果该的话，按红色；如果觉得不该当面说，按蓝色的按钮。新趴资格战，本赛段每场比赛2位老奇葩陪1位新奇葩进行对战，获胜队得奖金，2位新趴中表现更优异者晋级，另一人待定。6场比赛后，导师从待定池中复活剩余人选，最终8位新奇葩进入下一赛段。3、2、1，停！压倒性的投票了，72位观众认为该，跟志玲姐姐的这个态度是一样的。好，我们请2位导师下凡，来。那么我们就从这个反方先开始好了。好，刘凯瑞。刘凯瑞，日入20万的网络主播 K 老大，必杀技1元我饮酒醉。其实我的第一感觉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如果分手我们都不当面说的话，我就是个人渣，是不是？你们一定有这样的想法。是，我们只说人渣这件事是。为什么凯瑞你在奇葩说第一次的互动是问观众我是不是个人渣？是。但其实呢，当我后来仔细思索了一下以后，你会发现事实并不是这样的。不如跟着我的想法来走一走。不要。哎呀！好，我宣布每队都只有1次的奇袭机会，又完了是吧？而正方奇袭机会。真正的分手，见面说跟不见面说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见面，可能你给我的东西太直接了。而在文学创作上面有一种特别高深的手法，叫做什么？留白。什么意思呢？就是一篇文章我写到最后，最精彩的部分，我往往不把它写出来，给读者一个想象的空间。那感情生活也是这样啊。与其说这样赤裸裸的分手的理由摆到我的面前，为什么我们不用留白的方式呢？可能他在离开我的时候，只是给我留下了一条简单的短信，上面写着“时间不够了，我要走了，勿念”。我的妈呀！是生命要结束了。哎，这不叫留白，这叫悬疑。你要想他去干嘛了？是不是我的女朋友她其实是神盾特工局的一个特工，她可能此时此刻在地球的某一个角落在阻止核弹的爆炸，或者是她可能在某一个场合掏出了什么东西在搞事情，为了人类的和平而在维护些什么东西。他只是不想让他的头皮屑陪你过夜，这也是其中一种可能嘛。但是当我每天早上清晨起床的时候，推开我的窗门，我看到风和日丽的场景，我就会想象着，原来这美好的一切都是我用我伟大的爱情换来的呀，朋友们。我虽然失去了我的女朋友，我虽然不能跟她当面说分手，但我可以对着天边呐喊：我爱你呀！这个观点它帮我置换掉了什么？置换掉了就是当面分手时候必然会出现的那种尴尬。彼此伤害。我记得我小时候，差不多是10年前，我还是个幼童的时候，我爸爸经常跟我说，幼童是有多幼啊？就孩子的时候，我爸经常跟我说一句话，他说，啊，你这个事儿啊特别认真，你不要给别人打电话说，你跟别人当面说，因为父亲会觉得打电话好像是一个不够正式的行为，这件事情如果足够重要的话，我们必须当面去交流。没隔几年，我们开始出现了 email，邮箱，我们就会相互发邮件，就是像聊天一样嘛。但这时候呢，别人就会讲了，你不要老是这样子发邮件，就是在网上这样子聊，你重要的事情你打个电话跟对方说，电话又变成了当下我们觉得比较正式的一种方式。又隔了几年，我们出现了微信，我们开始在软件上面相互交流。但是当我们发现有一些特别正式的工作的邀约的时候，我们都会选择用一个有头有尾的邮件的格式去进行邀约。对，因为这个时候邮件似乎又变成了比较正式的一种方式。是。现代社会大家都在不断的进步，我们的社交方式、交朋友的方式已经不再局限于面对面的相亲，我们很多时候通过一些社交软件就可以打开我们的感情。为什么我们在座的这么多朋友，你们的感情可以从陌陌上的一句开始，而不能结束于微信上的一句分吧呢？谢谢大家。
结尾这一句也蛮有力的，非常好，而且他们还不能齐膝，因为康永哥用完了。我们可以自己讨论吧。好，我们下面轮到我们正方第一辩是呸！刘白那渣男真的是。我要隆重介绍一下你，你坐下，我隆重介绍一下你。下面是我们正方的一辩，演员范甜甜。呸！我知道这题的时候就很生气，明明知道我这么多年都没有感情。言承旭有跟你求过婚吗？没有。还没有。呸！他重新开始。呸！刘白渣男。还要动用奇袭的机会了。呸！你们也用好，范甜甜继续，你从你的开头开始好吗？呸！对待渣男，我只有一个态度，叫呸。这一段已经10分钟了。来，我们在群里聊的时候，微微就说：“哎呀，你放下吧，这么多年了，你应该没什么了吧？”我说：“哎，对，真的可以拿出来聊聊，都那么多年了嘛。”可是发现聊啊聊的时候，就不行了，泪如雨下。我发了篇微博那一天，我说：“原来我发现爱情的伤口啊是不会痊愈的，像创口贴一样，就你随时讲到这个话题，讲到分手那个瞬间，你想到那个 moment 的时候，那个痛苦都会从那个创口贴啪一下撕开来，那个血就哗哗的往外流。因为我的分手不是一个很好的分手。我作为一个受害者说2句好吗？为什么我要说受害者？因为当对方只要决定跟你说分手的时候，他就站在了一个制高点上，他在了一个高的位置，我站在了一个低的位置，因为不公平，因为这个时机 timing 随时随地都是他来选择的，而我没有选择权，我不喜欢这种不公平。他每天在踌躇什么时候跟我说分手的时候，他也许跟我吃过了我们最后一顿晚餐，跟我去过一次最后的旅行，他见了我最后一面，他准备好了，他没有遗憾，他 ready 了，他跟我说了分手，可能用一张纸、一个微信、一个电话，也可能是微博上的一条留言，像陌生人一样。我不喜欢这种不公平，我有遗憾。如果我早知道那一天我们俩是最后一次见面的话，我希望能够穿得漂亮一点。我没有想过要跟你吵架，没有想要泼你红酒，没有想这么多。我只想你以后想到我的时候，看到我最后一面的时候，是漂漂亮亮的，化着妆的，穿好看的衣服，不是躺在床上挠肚子、抠牙齿的样子。真的，我跟我的男朋友最后一次分手的时候，我们度过了一次我现在回想起来最悲情还有哀伤的最后一次旅行。我们去厦门，2个人一起在海边哗哗听着海浪的声音，他全程都很沉默，没有说过什么话。可是，在分手的很多年以后，我在回想这个瞬间，我想说，他在跟我做一个道别。可是当时的我并不知道，在每我想起的时候，我都会怀疑我自己，甚至怀疑他。如果再给我一次和他最后见面的机会的，让我也准备好，让我可不可以没有这么多遗憾？甜甜，加油！其实我完全可以理解到，因为爱情是2个人的事，怎么可以一个人说了算？是，怎么可以一个人下了决定？我觉得甜甜大概是这样的心境，所以我觉得真的你不爱我了，告诉我，让我们彼此可以放下，前进，而且说出来，我们也要放了自己，真的。我觉得会有一个否定这2个字和不被重视这2个字，都是让我很伤心。我会想说，我到底是多么糟糕的一个人。其实世界上万千的人说我有多么不堪，都不会让你很伤心。可你曾经深爱过的那个人，这样给你一种自我的否定，我觉得对人是一种摧毁性的打击。还有一种否定也很恐怖。其实明明2个人只有在最后分手那个瞬间不是很开心，可是曾经在一起的时候有这么多相爱的 moment。可是就是因为你不能够亲眼见到我，跟我说清楚，我会一直猜测说到底哪一个瞬间我得罪你了，我什么地方做得不够好，你不爱我了，会令我把我们之前所有相爱的瞬间全通通的推翻掉。所以我希望有一次我有机会
要跟别人分手的时候，还要再给对方一次机会，跟我说再见，跟我说拜拜，从此之后我们两个人做一个 ending， 重新开始，就这样。其实甜甜有很多的伤害那个男生不对的分手方式，让他不断的去怀疑更多的东西。其实与当下那一刻受到的伤害相比，后面这个更可怕，因为他没有办法停止。我觉得甜甜这段话的意思其实就是，反方下一个敢站起来的肯定是王八蛋，该谁了？为什么我们这边都是幼童在出场？来吧，永开。其实从甜甜姐的那个一番发言里面，我听出了很多遗憾。可是我觉得她遗憾主要原因并不是来自于当不当面，而是来自于有没有充分的沟通。有没有充分的沟通跟有没有当面说，其实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如果今天两个人经过了充分的讨论，获得了彼此的谅解，坦白说，我觉得不管分手的方式是打电话讲，或者是用微信说，或者是见面谈，对我而言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分手要当面说，有的时候可能是我们人一点小小的迷思。举一个例子，你们有没有想过异地恋怎么办？一个住在马来西亚，一个住在北京。这时候他们在网络上进行长时间的交流以后，发现，哎呀，我们实在有点不适合，不如我们就这样子分开吧。请问一下在座各位，你们会不会有人觉得这样的分手方式有一点问题，有一点有始没终？不会，你们会体谅。可是为什么当两个人在同一个城市的时候，你们就会觉得，哎呀，必须要当面才能够称得上是一个体面呢？这时候对方同学就说，我们有的时候要求分手要当面说，是因为我们觉得当面说可能心里会舒服一点，因为我可以问出你很多理由吧。这时候大家就不要骗自己了，大家问一下自己，在你们过往的感情经历里面，有哪一次对方提分手的理由的时候，你会觉得我靠，你这个理由提得真好，我们就该分手。分手的理由都不对，对，都很伤人。如果对方说，亲爱的，我觉得我没钱，不如我们分吧，你就会说，我可以赚钱呢。如果对方说，宝贝，我爸妈不同意，你就会说，我们私奔呢。如果对方说，其实我不爱你了，你就会说，我不听，我不听，你是骗我的。所以这个时候大家发现没有，分手这件事情本来就是一件不太愉快的事情，你使用任何方式，坦白说都没有办法淡化这一种不愉快。讲到这里，我想分享一下我心目中理想的感情状态啊，这是第一次。我觉得就2个字，轻松。轻松的开始，轻松的结束。可是我有点怕，如果在座各位都像对方那样把分手想得太过沉重，就是必须要像离婚那样见面签字才算是完成了对彼此的道德义务的话，那么我们有可能在感情的开始的时候，就因为把爱情看得太重，没有办法好好的享受爱情。我的微博有的时候也会收到很多不同的私信，其中有一部分私信是问感情问题，我也不明白为什么。然后其中有一类型的感情问题，我每次看到的时候，我都会觉得眉头一皱，就是他们会问我，有一个男孩在追我，可是他没钱，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有一个男孩在追我，可是他学历不高，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有一个女孩，她说她喜欢我，可是问题是她的父母好像不太喜欢我，我要不要跟他在一起？我觉得现在的人有的时候把爱情看得太重，看得像婚姻那样重了。我觉得也许我们可以开始学习如何用平常的心态去面对爱情。那么怎么用平常的心态来面对爱情呢？我觉得就从平淡化分手这一步开始吧。未来如果有机会遇到一个我心目中理想的对象的话，我会希望我们的感情状态是这样子的：悄悄的来，悄悄的走，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我知道我这样的想法可能有点天真，可是我希望我可以永远保留这一种天真。谢谢。
哥，你有没有觉得今天这个阵势其实就是3个孩子和3个妈之间的对话？等一下，大秦怎么说妈了？你看起来很妈的感觉。哎呀，来，那个微微要齐齐。齐齐永开。哎呦，教导主任。因为我本人一直致力于关注青少年的恋爱生活以及成长。今天呢，特别问永开朋友一些问题。你一直告诉我们说，轻松是我们应该有的一种爱情态度。如果我们是轻松的面对这段爱情的话，那应该就不会出现你所说的见面大家会撕，见面大家会闹得难堪，见面大家会抱着你的裤腿不撒手啊。因为你轻松，我也轻松，大家都轻松，顺便见个面，喝个咖啡，不好吗？所以既然那么的轻松的话，那么基本上见不见面也不太有所谓。所以你们会发现了吗？他只是告诉我们，分手的时候最重要的就是无所谓。一个无所谓的人怎么会思考分手要不要见面呢？训导主任，我想说这样子的问题啊。其实分手该不该当面说，本来就有2层含义。第一层含义就是一定要当面说，或者一定不要当面说。而第2层含义就是一定要当面说，跟当不当面说，其实我们不要太过执着。我讲的是第2层，至于第1层的话，等一下出城会论述。我的意思是什么呢？永开，我只澄清一句啊，我们的话是说给那些本身就把分手看得很轻的人的，那我们就没必要说给他们听，因为他们不会为分手苦恼。而我们今天说话的受众是谁？是那些会为分手感到痛苦、会觉得分手沉重的人。这样的话才有建设意义。你不要拿你的举重若轻去看人家的举轻若重。谢谢。好，现在到我们这个正方的2辩，来，赵大秦，加油。赵大秦，敢爱敢恨的沙发客女生，必杀技，叫我人生体验派。其实我觉得我和永开有一个根本上的爱情观的差异。他觉得他要的爱情是轻松，可是我要的是什么？我要的是热烈、真实而且深刻。当面分手到底是一种什么感觉啊？如果你有试过的话，你一定知道，我们可能砸酒瓶，我们可能互相，我们可能做出一切过分的举动。当面分手的感觉其实并不复杂，就一个字：痛。它让我们很难受。可是为什么我说当面分手那么痛苦，我还要说我们应该要当面分手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讲恋爱的另外一个部分，我们恋爱开始的那个部分，可能也是我觉得恋爱最美好的那个部分，它叫做心动。心动这件事情的神奇之处在于，它没有理由，它不分时间，不分地点，我们可以对任何一个人产生那种奇妙的化学作用。我们可以在春夏秋冬的任何时候，在操场上，在商场里，在沙滩上，我可以因为他的笑很好看，我因为他的眼睛很甜，我因为他说的某一句话戳中我的心窝而感觉到心动。这种心动很美妙，这种心动很神奇，这种心动来的太容易了。我们有了心动，我们就有了一扇大门，我们可以走入到一个新的恋爱关系里面去。可是恋爱真的是那么容易的一件事情吗？我想问问大家，大家在从小到大到底对多少个人心动过？数得过来吗？可是大家到底有和多少人发展了一段恋爱关系？因为其实我们心里都知道，我们的恋爱需要付出那么一点点的代价，而这一点点的代价可能就是我们需要当面分手的那种痛。那种痛太难过了，以至于我们想到的时候，我们明明看着对方人的那个脸那么可爱，那么性感，我们甚至恨不得下一秒我们就能冲上去。但是我们没有，因为我们会思考，还是那个痛苦，我们真的能够面对吗？或者还有一种选择，我们觉得我们太爱这个人了，我想到当面分手也阻止不了我对他的那种爱。但是如果我愿意承受这份风险，和这个人再次走进去的时候，我知道我对这份感情到底有多么的珍重。我试过一次当面分手，那次我分手的时候，我和我的男朋友住在他300块钱1个月的广州的某一个城中村里。凌晨3点，我们上演了一场我曾经最鄙视的那种当场的分手。我们在那种满地是燃烧多次的那种麻辣烫的油渍里面拉扯，说着你不要走，我要走，这并不好看。但是我宁肯要这种狗血的真实的深刻，我也不愿意要微信上面那句简简单单的再见，因为它不配我的爱情。我只想告诉你说，你必须要接受当面分手的这种痛苦。我们知道分娩很痛，可是痛的分娩是什么？是新生，是一段更加珍贵的美好的爱情。谢谢。
才认识大秦2次，就知道了他2段感情经历。好了，下面让你的孩子来说一说。我觉得我特别惨，我本来就是一个特别丧的人，然后要打一个这么丧的题，抽了这么丧的一个立场，对方3个这么丧心病狂的对手，这样说当面说分手，我连比赛都不是很想当面打。我特别能够理解，就是对方说的，他们想要一个非常非常完美的分手的仪式，分个手而已，又不是结婚，还搞什么完美的分手仪式？你是不是以后还要搞一个分手纪念日，然后隔1年还要烧纸啊？累死我了！他们的伎俩在哪里？就知道吗？我要给你们的分手增加无数的压力和成本，这样你就不敢分手了，好吧？可是今天我要论证一个我特别困难的选题，我从我们正在做的好好说话说做起。哎呀，对方辩友都为我鼓掌，谢谢。对方辩友。那个我们做这个付费音频产品呢，经常收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是有一类问题，我觉得是太难回答了，就是分手的时候应该怎么样的好好说话。因为我们知道，所有导致你分手的原因，都是阻止你分手时好好说话的理由。要么你们性格上有摩擦，好脾气都给磨成了没有耐心；要么呢，就是感情淡了，没感觉了；又或者呢，到最后是你们发生了什么不可原谅的事情。这个时候你多相处1秒钟，都是对彼此的伤害。所以说，所有你们分手的理由，都是阻碍你们好好分手的代价。真正的分手，很多时候并不是发生在面对面的时候的。你们可以找一个 perfect 的时间地点，然后把自己装扮的尽可能的 perfect 一点，然后去跟对方说分手那个词儿。可是真实的分手，不是发生在那一个瞬间的，它往往发生在你们理性谈判约法3章，可是最后却不了了之之后。它可能发生在你们歇斯底里的争吵，然后又疲惫不堪的和好之后。它可能发生在你们面对面的说了很多次分手，最后就忍不住要藕断丝连之后。然后在这一切的之后，你选择了一种最没有仪式感的、最简单的、最丧的方法，去切断你们之间最后的信号。你知道，大家有一个巨大的误会，就是他们以为分手是我要向对方发出一个信号。不，分手其实是切断信号。真正的分手，其实是你们再也不说晚安了，你们作为朋友都不问候了，你再也不关心他是不是已经有了新的喜欢的人了，你再也不去想他现在过得好不好了。你在手机里面打下了一行字说，难道我们就这样了吗？到最后却把他们全删了，没有发出去的时候，这才是你们真正分手的时候。所以为什么说你们之前的想象都是错的呢？因为你们想象分手是一场盛大的闭幕式上面的烟花表演，可是不是，分手其实是所有的烟花都散去之后无尽的空洞和冷漠。所以好的，刚才甜甜姐给了我们4个赔，连罗老师都能分到1个，他还少怎么说呢？而且在前彩的时候，我已经听到你们那边在疯狂的说我们是渣男，渣男。我不想辩驳什么，当然我首先不是男的，我不想辩驳什么。我想说，我不是渣，我只是完全弄不明白，我们要分手，就是因为我们2个没有办法从爱情这所学校里面毕业了。现在你要求我进行一场退学考试，甚至是退学面试，为什么？为什么？好，我承认，我们就是没有勇气的人，因为我觉得，但凡我还有一丝一毫的勇气，我们能不能把它用来在一起，
而不是要把它花在分开上。厉害。